75年风雨磨砺，75年辉煌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实现现代化作为念兹在兹的历史宏愿，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奋楫争先的强大动力。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忠实地记录着奋进者的步伐。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江山万里，人民至上，让民本思想与新时代同频，让人民理念与新征程共振，让大国之大与千家万户和谐。以人民为中心的嘹亮誓言，必将成为复兴之路的烂漫春光。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同志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中国，也震动着全世界。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尖顶。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中，人们崇敬而庄严地仰望着冉冉升起的5星红旗，却很少有人知道，眼前这根仅有22.5米的旗杆，比最初的设想矮了足足12.5米。您看啊，这个就是爷爷站在毛主席的身后，对，协助毛主席升旗。开国大典旗杆设计者林志远生前曾无数次向家人回忆起这段经历，那是他作为一名工程师的荣光，也是埋藏在心底的遗憾。按照指挥部的规定，说要和天安门广场的城门楼最高的地方，那是35米啊，要跟他一样齐。老父亲说：“哎呀，这个难度太大了哈，根本就找不到那么长的。”一根35米长的无缝钢管，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从100年战乱中走出来的新中国，满目萧条，百废待兴。毛泽东同志曾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1949年，北平自来水公司接受了一项非常紧急的任务，就是惩治开国大典时使用的国旗旗杆。这根旗杆呢，是由当时自来水的5名工人。75年前，就是在这里，林志远和同事们千挑万选出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套起来，最后焊接成了长度为22.5米的旗杆。 从22.5米到35米，沧桑巨变75载。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崭新的高度。从1穷2白起步，
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各项事业出发点和落脚点，见证着一个伟大政党温度。党的18大以来，从新时代的春天再出发，14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沿着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勇毅前行，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明未来砥砺奋进。左面行走就好自发，啥为了回来把京风刮。河西走廊东端，腾格里沙漠边缘，富民新村的文艺骨干正在村前的广场上排练改编的鼓浪小调，为即将到来的异地搬迁6周年庆祝活动做准备。给你们看看好多啥？照片啊！你看，这就是之前我们搬迁前我们山里的老房子。你能不能把你家的找到？这照片真是我的咋说的这，我的老婆子围绕着的，老婆子那个穿的这个破烂子上。一张张搬迁前的老照片，让往昔的记忆涌上心头。这就是我的家，这山上厚的太多了。从大山褶皱里穷窝窝搬到眼前这一片从沙漠里开辟出的新家园。如今村居整齐敞亮，道路平整通畅，环境优美整洁。一座座产业大棚在村庄周围层层铺展开来，村民们的笑脸是对幸福生活的最好注解。变化最大的这坨是个交通好，过宽了，说言语了，出门也不走过了，好甜蜜的生活。给他唱这个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爱阳光。甘肃不仅是国家西部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2012年，党中央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也就是在这一年，针对鼓浪县南部山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际，当地开启了一条高深山区贫困群众异地搬迁脱贫致富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扶贫开发新路子。我从宁夏来的，我从兰州过来的，我们是和田来的。这边地比较好嘛，出肉好。村民王忠义送来了今天第2车羊羔。这那个哪个不好？哪个不好？这不好吗？狗鸟子，来，狗得很，哎呦，就是狗的。几番秀里吞金的拉扯后，王忠义以不错的价格卖出了130只羊。行不行？啊，行。成交啊！哎呀，快了，好了，好的，那个就是我的。今天个年过把都这不的这个事了，甚至上最后开心了。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这个曾经的贫困县，如今正在成为全国羊码头。每天一车车膘肥体壮的鼓浪羊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年交易额达到70亿元。羊存栏量连续3年位居全省第1，铸就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路。现在一个30万。我们2口子就在这里干活，最大的好处就是挣钱方便。个月5000块钱，可以好着呢，生活好一点。
棚、绕着棚烧房，这都是共产党的好处。跟着太阳走，不会冷。跟着共产党走，很幸福的很。2020年，古浪县这个甘肃深度贫困县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千年梦想照进现实。中国以巨大的决心，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8年时间，9899万人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创造了人民至上执政理念下的中国奇迹，被世界银行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届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壮举的。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党它的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如果说我们把脱贫攻坚当成是一个兜底，那么我们接下来推进全面的乡村振兴，其实目标就是要去实现共同富裕。纵使山高路远，哪怕道阻且长，前进的征途中，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中国农村公路建设投资已连续7年保持在4000亿元以上规模。目前，全国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率、通客车率达到100%。每天约4.4亿件快递包裹中，有超1亿件在农村地区流动。要想富，先修路。朴素的中国经验成就的不仅是城与乡的双向奔赴，也是山与海、西与东的遥相呼应。党的18大以来，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加快建设，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短板加快补齐，进出江北通道 G7 京新高速全线贯通，川藏铁路及配套公路等重大工程加快实施，145个县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运输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础，缩小地区差距的先行领域，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保障，为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登高望远，着眼全国一盘棋，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完善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政策体系，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生活在不同区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水平能够更加的接近，那么大家都能够朝着共同富裕的路上去走，我们就要谋划好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已经在中国生活了9年，在他看来，中国是包容性发展的典范。You want to have 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at touches all different corners of your country and your population. This is what I would call an inclusive way of developing and trying to develop the whole country. It's quite outstanding. 2022年10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20大报告中庄严地向世界宣告：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我们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20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2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安排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于我们拿到了一个入场券，也有了底气。从全面小康建成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更加全面地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奔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来迈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将惠及14亿多人，超过了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这是在罕见病药物医保谈判现场响起的话语。医保其实我们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每一个小群体都不应该被放弃。我希望企业在第1轮报价就要拿出最大的诚意。经过1个半小时，共8轮的交锋，治疗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的药物最终纳入新版医保药品目录。近年来，国家出手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力度不断加强，进度不断加快。通过医保谈判纳入的51种罕见病用药，平均降价超50%。基本上每年打针的钱就自费不了多少了。我们就属于那种很多当中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群体，国家竟然没有放弃我们，也看到我们了，然后真的是国家给我们孩子第2次生命。6年来，6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共有700余种药品新增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切实减轻了患者看病的负担。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场骨科手术正在进行。患者陈志恒是一位足球爱好者，因为膝盖关节受损，左腿接受手术。就在5年前，他的右腿也曾因伤手术，在这里住院了9天，但这一次手术当天就能出院，自付部分的费用也只有5年前的1半。节约了时间成本，还有一个金钱成本。医保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受益还是非常明显的。住院时间从9天压缩至1天，得益于医院推出的日间手术新模式，上100种常见病基本上都可以实现上午开刀，下午出院。不断的通过我们技术上的提升，对病人的正常生活的影响就会降到最低，有效的降低病人的花费，医保资金的相应的投入也减少。将过去的为治疗过程付费改革为为治疗结果付费，倒逼医院提质控费增效，正是医改要面对的难点。
2019年，国家启动以病组和病种分支付费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试点。2020年，厦门市出台了疾病诊断编码白皮书，将全市医疗服务分为6458个病种，不同的编码对应不同的赋分，决定着医疗机构最终能够从医保基金获得的支付费用。因此，每一个编码形成的背后，都是在啃下一块难啃的民生硬骨头。当时我们是历经了近50次的这么一个修改，每个病种怎么治、怎么编，从临床到编码到医保，我们是逐一去进行了这么一个讨论。截至2023年底，全国超90%的统筹地区已经开展了按病组和病种分支付费支付方式改革。但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一个又一个的新起点。2024年，国家按病组和病种分支付费2.0版方案正式出炉。厦门市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正在修订地方病种分组方案。数据化的，这个东西我是需要看得好病。我们不怕争，不怕吵，就怕改不好。群众的心声和医务人员的呼声，就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人民的获得感折射改革的含金量。今天的中国正在把10几亿人纳入到同一张社保网络里。截至2023年底，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3.79亿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66亿人。一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守护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边。2016年，国际社会保障协会将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授予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国际社保领域赢得了它应有的声誉和地位。政府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坚持人民至上，政府的态度能决定这个制度的温度，最后呢决定财政的力度，三方合在一起，最后才能形成一个能够满足20大报告当中提出的既有的这样一个制度安排。新时代以来，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个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教育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万人，全面放开2孩3孩政策，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不断升级，推动最多跑1次向1次不用跑转变。党的20届3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20届3中全会确定了300多项重大改革举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改革行动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国家的幸福指数，就是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新时代这10几年，总会坚持人民立场，他把人民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至上，也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整个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哎，你好，大哥好，我叫王永成。对，你好，我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你的声音。谢谢。我叫王永成，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全国首位盲人人大代表，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点点微光，助力残疾人群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第417航至第420群组。作为人大代表联络点，王永成的工作室每天都能收到上百条来自各地残疾人朋友的咨询信息。履职第1年，他就提出了为随班就读的低视力学生出版大字版教材的建议。来，这一份是教育部，就是去年11月13日，专门也是首份盲文版的建议答复，4个部委专门送上来。雪白的8K 纸张，有序排列的凹凸盲文，显示了国家对每一个群体的尊重。王永成的建议最终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我们有幸赶上这个好时代，国家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的声音虽然带到两会上得到了他们回应。现在看教科书的字体变大了，也更清晰了。以前有同学看书的时候会贴得很近，现在不会了，考试90以上。75年前，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1200多位各地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召开第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1部宪法，明确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截至2023年3月，中国共有各级人大代表277万多名，他们平时工作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熟知国情民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如今，每年的春天，在首都北京所召开的全国两会，也已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民主的重要窗口。旁听过2次全国两会的时任尼泊尔驻华大使比什努施雷斯塔，正是透过这一扇窗户，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有了更深的理解。These two sessions means in both the sessions, there are the voices of people. There's accumulations of voices. It comes from the bottom, based on people. That means people-centric. 各位参会嘉宾，大家下午好！感谢大家莅临古北市民中心。儿童节刚过，上海市长宁区古北市民中心热闹起来。这是一场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的立法意见征询会。10余位参会者来自各行各业，通过人民建议征集机制，在民主协商中凝聚共识。没有想到，作为一名环卫工作者，也能参与到立法当中来。这里就是直通车，能够直接上报到中央，让我觉得，哎呀，真的了不起！我们国家真的是一切为民，一切是以老百姓为主。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2019年，正是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这样，我们今后每一个立法，都是有一个很扎实的基础，这个基础是民意的基础，这是一个民主的充分的体现。我们这种民主是全过程的民主，希望你们能够再接再厉，为探索走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道路，继续做出贡献。1983年，时任中共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大街上听取来访群众的意见。今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45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已经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积极发挥立法直通车功能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先后就183件次法律草案征求联系点意见，近27880多条，有3200多条真知灼见被立法研究吸纳。塞舌尔驻华大使安妮·拉夫蒂娜就曾到北京的南磨房乡立法联络站旁听过立法征求意见座谈会。人民被倾听、被尊重是他最大的感受。While I was there, we found direct engagement when I was present observing between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y were also listening to the marginalized group, the smaller group. It is more of an inclusive system where you do not leave anybody out as much as possible.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线下线上齐发力。2022年4月15日，党的20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正式启动。聚思广益，汇捐细流而成大海。通过互联网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工作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32天的时间里，854.2万条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意见建议，通过网络汇聚到首都北京，成为中国共产党擘画国家新蓝图的重要参考。党的20大召开，我充满期盼，期待下一步有更多的惠民政策向基层倾斜。我写的是建议国家加强农业科技的投入，因为科技就是好东西。你看，我没去过北京，意见都到了中南海了。我们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广泛的、深刻的民主实践当中走出来的一个民主的道路。它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也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很深刻，但是我觉得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它是把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全过程当中。走什么样的路，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远航的距离上，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行。